你以为中国车在韩国市场只有比亚迪值得关注，其实还有一台车更隐蔽，它没有挂吉利车标，也没有高调喊自己是中国车。韩国消费者买它的时候看到的是雷诺标，销售渠道也是雷诺韩国，生产地还在韩国釜山工厂。但把它的技术背景拆开看，就会发现这台色威的底子和中国吉利有很深的关系。这台车就是雷诺 Grand Koleos， 也就是国内常说的大科雷傲。2025年的韩国车市里， Grand Koleos 是雷诺韩国最重要的一台车。它不是一台小众车型，也不是只拿来撑门面的新车，而是真正在韩国市场卖出了存在感。2025年，雷诺韩国全年总销量为88044辆，其中韩国本土销量为52271辆，同比增长31.3%。Grand Koleos 在韩国本土贡献了40877辆，其中E-Tech 混动版销量为35352辆，占比达到86.5%。这个数据最关键的地方不是单纯看一台车卖了多少，而是它在雷诺韩国体系里的位置。雷诺韩国这些年在本土市场并不算强势，韩国车市长期被现代和起亚主导，本土品牌渠道成熟，口碑稳定，售后方便。外来品牌想要抢走家庭用户本来就不容易。Grand Koleos 能成为雷诺韩国的主力车型，说明它并不是靠概念炒热度，而是真的踩中了韩国消费者的需求。这台车的定位很清楚，就是一台面向家庭用户的中型 SUV。韩国家庭用户买这种车考虑的东西非常现实，空间要够大，后排坐着不能憋屈，油耗要合理，日常通勤不能太费钱，配置要跟得上，车机大屏，舒适性不能落伍，品牌还要有一定认知度，不能让消费者觉得太陌生。Grand Koleos 刚好把这些东西放在了一起，它没有把自己做成一台特别激进的性能 C 位，也没有靠夸张造型吸引眼球，而是走了一条很务实的路线。车身尺寸适合家用，内饰有科技感，混动系统又符合当下韩国消费者对低油耗的需求，尤其是 E-Tech 混动版占比很高，说明买这台车的人核心看重的并不是噱头，而是日常使用成本和家庭出行体验。韩国市场对混动车的接受度并不低，纯电车虽然是趋势，但对不少家庭来说，充电条件、冬季续航、长途便利性都会影响购买决策，混动车就更容易被接受，既能降低油耗，又不用彻底改变原来的用车习惯。Grand Koleos 把中型 SUV 和混动系统结合起来，正好切中了这个阶段的消费心理。韩国人知不知道这台车有吉利背景？答案是知道，但不一定在意。韩国汽车媒体在 Grand Koleos 发布时就已经把它的技术背景讲得很清楚，它基于 CMA 平台打造，而这个平台和吉利沃尔沃体系有关系。对于懂车的人，关注汽车新闻的人来说，这并不是什么秘密。Grand Koleos 不是一台纯粹传统意义上的法国车，它背后有雷诺、吉利、沃尔沃体系和韩国本地制造的多重影子。可到了真正买车的时候，普通消费者未必会把吉利背景放在第一位，展厅里摆着的是雷诺标，车是在韩国釜山工厂生产，销售和售后走的是雷诺韩国体系。对韩国家庭用户来说，最直接的问题还是这台车空间够不够，油耗低不低，坐着舒不舒服，价格合不合适，后期保养方不方便。这就是 Grand Koleos 最有意思的地方，它不是用吉利品牌身份去说服韩国消费者，而是通过雷诺这个更容易被当地接受的身份进入市场。消费者买到的是一台雷诺 SUV， 但底层平台和技术合作里有吉利的参与，吉利没有站在台前，却已经通过另一种方式进入了韩国消费者的车库。这台车真正值得中国观众关注的地方，不在雷诺标，而在它背后的合作模式。Grand Koleos 不是吉利直接挂标进入韩国，也不是把中国市场的车型原封不动搬过去卖，它走的是另一条路。雷诺负责品牌和本地化，韩国工厂负责生产，吉利则提供平台和技术基础。消费者在前台看到的是雷诺，产业链背后却有吉利的影子。这就是中国车企出海的另一种打法。过去提到中国车出海，更多想到的是比亚迪、奇瑞、上汽、长城这些品牌，直接把整车卖到海外，车标是中国的，产品是中国的，市场认不认可全靠品牌自己打。这种方式很直接，也很容易被看到。Grand Koleos 这种模式不一样，
他不一定站在聚光灯下，不一定把吉利2个字写在车头上，但他通过平台、技术和供应链能力进入了国际品牌的产品体系。车标不是中国品牌，底层能力却和中国车企有关。这种出海方式更隐蔽，也更深入。卖整车考验的是品牌影响力、渠道建设和当地市场接受度；平台合作考验的是工程能力、研发体系、成本控制和全球协同能力。雷诺愿意把这套合作成果放进韩国市场的主力 SUV 里，本身就是对吉利技术能力的一种认可。这也是中国汽车产业这几年变化很大的地方。以前中国车企想要证明自己，总要强调自己不是低端车，不只是价格便宜，不只是配置堆得多。现在证明方式变了，国际品牌采用中国平台，海外工厂生产合作车型，外国消费者购买带有中国技术背景的产品，这比单纯宣传更有说服力。Grand Koleos 的身份也很有代表性，它挂的是雷诺标，品牌来自法国体系，它在韩国生产，服务韩国本土市场。它的技术合作又和中国吉利相关，品牌、技术、制造和市场被拆开以后重新组合，形成了一台非常全球化的 SUV。现在再看一台车，已经不能简单问它是哪国车，更准确的问题应该是它的平台来自哪里，技术来自哪里，生产在哪里，服务的是哪个市场。Grand Koleos 正好把这些问题放在了一台车上。对于雷诺韩国来说，这台车是一次重要的回血，它让雷诺韩国在本土市场重新有了声音，也让品牌在中型SUV市场重新获得关注。对于吉利来说，这台车的意义也不小。吉利没有用自己的品牌正面冲进韩国，却通过合作模式进入了韩国主流家庭造市场。台前是雷诺，幕后有吉利。中国车企不一定每次都要把车标贴出去才算真正出海。平台、技术、供应链、研发能力进入国际品牌体系，同样是在参与全球市场竞争。比亚迪在韩国市场属于正面冲锋，挂着中国品牌，直击接受韩国消费者检验。Grand Koleos 则更像是幕后渗透，消费者买的是雷诺缩微产品，底层却能看到吉利体系的参与。一个在前台打品牌，一个在后台输出能力，两种方式都说明中国汽车正在改变全球市场里的位置。